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2024帕克语言。以下的故事呢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帕克呢是英国家喻户晓的通灵预言家，备受瞩目。帕克再次提出了他对2024年的4大详细的预测，从全球局势呢到经济、灾难以及科技发展和精神觉醒，全部都涵盖到了。他曾经精准地预测了英国脱欧以及2016年的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他还预言了澳洲发生巨大的自然灾害以及全球爆发病毒大流行。那说起这位预言家呢，相信很多人都熟悉。他的全名是汉密尔顿·帕克，是英国的老牌预言家。几十年前呢，就开始活跃在各地的报纸、电视、网络等，总之非常有名。而之所以他这么有名就是因为他的预言的准确率挺高，据说可以达到85%，并且呢，因为他的预测呢，常常都是一些不好的事情也因此别人给他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号，叫做厄运先知，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以下呢就是帕克2024年的4大预言。第一个呢是全球局势，帕克就认为呢，在2024年美国和日本2个国家的贫富差距呢将会导致社会的动荡，甚至可能会分裂。他指出呢，一小部分人掌握了绝大部分人的财富这可能是导致2国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巨变。更为惊人的是，特朗普将会在2024年的11月份重新当选美国总统，他会有一个女性的副总统，他获得了女性选民和中间选民的支持。在此之前呢，川普将会有一次健康的警报，但不会影响这次选举。而拜登呢，将会在大选的前夕就被罢免。他说，我感到可能与疾病有关。他说，我就看到他几乎在最后一刻呢被从舞台上抬走，我感到有一段非常短的时间。此外呢，帕克还预言说将会有一位西方的领导人被送上国际法庭，尽管他并未直接的揭示他是谁。帕克说，我在幻象中就看到未来的各国经济将面临相当困难的时期，特别是有很多的政治腐败的揭露，涉及到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非洲等地方的贿赂行为，所以所有的这些都将被曝光，并引发大规模的丑闻。他说，特鲁多以及拜登呢都会卷入其中。帕克还说呢，俄乌冲突将会持续下去，陷入僵局，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这将是一场持续的消耗战。到2025年呢，俄罗斯会归还乌克兰一些土地，但不是全部。帕克预测普京将会心脏病发作，可能那个时候就是结束这一切的时刻，整个局势呢将会发生变化。帕克说，在2024年我们将会看到冲突蔓延。帕克就说我就感觉到亚洲可能会因为某次的意外碰撞而发生冲突。他说，我就说过可能是飞机碰撞，又或者是轮船的碰撞，又或者是两者皆有的这种类似的情况。他说，我们实际上已经有很多类似的情况了，因为人们一直在相互进行测试，飞机飞得更近了。他说，我感觉呢，其中一次就会出问题。在2024年之后呢，帕克就说仍然会有大量的移民涌入欧洲，而欧洲呢将会因此发生社会动荡。移民的问题呢，将主导2024年以后的新闻，直到欧洲改变允许自由移动的政策为止。因此呢，将会出现更多的右翼政策大幅度的转向，欧洲的社会主义的政策将转向恢复传统的价值观转变，欧洲将发生更多的街头暴力事件。他说，法国和德国的多元文化主义呢被视为失败，瑞典有时候几乎陷入了完全的无政府状态。他说，在2024年，欧洲的恐怖主义上升。在法国、瑞典、德国的一些地区会出现法律和秩序的崩溃，那这些地方将会受到恐怖主义的袭击。在2024年呢，他说巴黎的夏季奥运会将受到袭击，跨性别的运动员呢将不被允许参加这次运动会。从长远来看呢，欧洲会分裂，即使不一定发生在2024年，但最终分裂为一个以德国为中心的东部联盟和一个以法国为中心的西部联盟。届时呢，欧洲的货币将会走弱。帕克说，印度会随着俄罗斯以及亚洲之间的友谊加深，违背了印度的利益，所以印度会与俄罗斯分道扬镳，停止从俄罗斯购买武器装备，进而呢转向了西方，与欧美英呢建立了更紧密的关系。他说，莫迪仍然会保持领导的地位，尽管存在政治分歧，但印度对巴基斯坦会伸出援助。从长远来看呢，印度和巴基斯坦将再次成为朋友，印度将会在世界的舞台上崭露头角。在遥远的未来呢，印度将逐渐的扩大其边界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之一，对世界未来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帕克就说，亚洲与俄罗斯呢会组建一个新的联盟，这已经开始发生了。而俄罗斯呢将从军事帮助中受益。
帕克说，以哈冲突会升级，进一步的使以色列周围的冲突变得更糟。第二个预言呢，帕克说的是环境灾难。帕克说，在我的幻象中，我就看到了美国的大地震，预测的地点呢是位于西海岸至墨西哥城，尽管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呢，但仍然会引起关注。他说，在日本方面呢，帕克就提到了2020年开始的日本人平均身高呢就开始持续下降的问题。他就指出呢，是由于海水污染和食物匮乏而引起的。他甚至预言了海底试验基地可能会爆炸的情景，而导致了日本分割成两半的岛屿。帕克说，巴基斯坦将会发生大洪水，而他也认为呢，在2024年可能会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磁极异常的极端气候以及暴雨等等。帕克还预言能源危机会一直持续下去，特别是冬天，欧洲的一些国家呢将会出现取暖的问题。那到了明年呢，美国也会出现大规模的停电等一系列问题。而能源的问题呢，并不会短时间内结束，甚至还会越来越严重。帕克说呢，因为冲突、经济冲击、极端气候和飞涨的化肥价格呢，全球呢已经有7.83亿人面临长期的饥饿，这其中呢有超过3.45亿的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他说，要知道这个数字呢，可是2020年的2倍之多了。而之所以增长速度会如此之快，这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冲突以及气候危机。要知道，世界上70%的饥饿的人都生活在冲突的地区，气候危机呢更是摧毁了人们的生命、农作物以及生计。而到了2024年呢，无论是冲突还是气候问题，想要改变是很难的。所以帕克也说呢，2024年的粮食危机将会更加严重。他说，今年呢是天灾不断的一年，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全球皆是如此，会出现更多的极端气候，比如说暴雨、洪水、沙尘暴等等，会更加的剧烈，并且在今后呢，气候危机还会接连不断。而之所以会发生这种事情，就是因为在近几年全球气温的升温已经超过了1.5摄氏度的临界阈值了。而一旦超过这个临界阈值，那么这些极端高温、洪水、暴雨、野火等灾害将会变得更加严重，更加不利于人类的生存。帕克还说，2024年呢有新型的网络病毒会发生。他预测这一次病毒呢将会对全球的网络基础设施进行攻击，并导致加利福尼亚州、德克萨斯州和伦敦等大规模的停电，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时呢，他在幻象中也看到了欧洲可能会发生大洪水，影响到德国、伦敦，甚至是一座岛屿将会从地图上消失。此外呢，帕克还声称在太空可能会爆发小规模的战争，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这场战争将会在2030年规模扩大，整个西方世界将陷入黑暗，经济瘫痪，科技停滞。第三个预言呢是经济预测。帕克对2024年的世界经济持悲观的态度，预测呢会出现明显的萎缩。他指出呢，部分的地区的股市可能会经历震荡，加密货币呢将发生巨大的调整，而全球的石油价格将呈上升趋势，主要是由于能源短缺、贸易和制造业。他说，我感觉也会大量的涌入印度，那未来印度会崭露头角，而印度尼西亚也会从中受益。他说，实际上我看到的资金正在流出亚洲，但外国的投资者我看到的是正在流离失所，他们将转向墨西哥之类的国家，这也意味着墨西哥会变得繁荣。如果墨西哥变得非常繁荣呢，它可能会解决美国目前的移民问题了。他说，你知道的呀，人们就不需要越过边境去谋生了呀，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家园里谋生了。他说，我也看到了一些关于墨西哥的情况，因为他说我知道最近那里发生了很多问题，有帮助墨西哥打击大毒枭的新军事行动在那里发生。他说，我看到了一个新的军事行动受到了另一个国家的影响，而帮助墨西哥摧毁了一个巨大的贩毒团伙。帕克还说呢，我认为2024年中东不会实现和平，他们将经历3年的困境。那在2024年和2025年呢，他说全球将面临困境，之后的情况就开始缓解。帕克说我认为房地产的情况对于英国来说，住房的情况会对英国人变得更加好，因为房价已经下降了。他说，我感觉他们会开始上涨，现在呢是最佳的购房时机，绝对的购买的最好时机。而第4个预言呢，科技发展。在科技方面呢，帕克就表示2024年将是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一年，使人类的生活会变得更加便利。尽管 AI 的发展引起了一些人的担忧，他们就担心被科技所替代，但是也带来了一些好消息，特别是在医疗领域，他就预测2024年医疗领域将取得重大的突破，尤其是在癌症以及治疗阿兹海默症方面。
帕克说：“我一直对瑞典感到担忧，因为有太多的移民了，这已经削弱了瑞典对自己的自信心。”他说：“我们将会看到这一点，看到欧洲会变成另外一个南斯拉夫，届时呢，他们就会开始驱逐人了，人们会开始改变历史的钟摆方向。”他说：“我就感觉钟摆在瑞典已经开始摇摆，荷兰已经发生了这种情况，在德国也发生了一些非常严重的问题。”他说：“我们在世界各地都看到了人们因为宗教分歧而彼此对立。”帕克就认为呢，是觉醒制造了分歧，因为我们需要祈祷，我们变得更加的坚强，更有自信心。我们可以教导年轻人对自己的种族以及性别感到自信，对自己感到自信，而不是试图的成为与自己不同的东西，因为那是一种危险的逃避和软弱的形式。帕克就说：“我觉得我们失去了自信，我感觉西方失去了自己的魔力。如果你以前想要建设大规模并做大事的话，你总会看向西方。因为你知道所有伟大的工业都在西方，比如说当时的登上月球等等。但现在呢，这一切都有点薄弱了。我们现在都在看向东方，看到亚洲呢在领先做这些事情。而帕克认为呢，未来的出路只能是某种形式的精神觉醒，感觉呢他几乎已经准备好要出现在舞台上了。很多看到这个预言的人呢，在精神上思考关心这些事情，未来会怎样，我们要做什么，我们都会有点迷茫。我们都会担心未来会带来什么，肯定有一天呢，某些国际公司的实力将会超过国家。帕克就说：“我看到未来最大的进步和发展呢，当然是人工智能。谁来控制人工智能呢？政治家们根本就不懂，他们无法理解我们所说的算法到底是什么，以及算法如何在巨大的程度上改变和影响社会。想象一下，在那些完全是为了牟利的公司手中呢，这种力量是巨大的。比如像特斯拉这样的公司在过去的1年中翻了1倍。很快呢，我们将会有很多个万亿富翁作为个体，他们将拥有怎样的权利呢？最后呢，帕克的预测只是一种大数据的推论嘛，我们应该保持理性，意识到预测未来是一项困难的任务，而科学的方法和可靠的数据分析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更多的未来。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